大家好，我是老吴。Basis 的上期我详细的介绍了下 Basis Curriculum Schools 这个庞大的体系是怎么来的，以及它旗下的三大分支 Basis Charter Schools、Basis Independent Schools 和 Basis International Schools。如果有观众还不明白这些是咋回事，请先看上集。下集我将着重讲讲 Independent Schools 系列，因为我们家本身在湾区，这个分支和我们最相关，目前也还不能实地接触到其他的 Basis 分支。我们先看一下学校的公开信息，尝试深度解读一下他们家的网站。如果你不确定你想去哪个分校，可以去他们总校的网站，也就是 basisindependent.com。 总校网站比各个分校网站的内容少不少，但是只有总校网站上有 Find Your School 的功能，可以导航到各个分校的网站。接下来各个网站具体的各个部分，我们将以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s 系列里面最早的分校，也就是创办于2014年的 Silicon Valley 分校为例来进行解读。另外这里友情提示一下，他们家是非常特殊的，即便你去参加他们的 Open House， 得到的信息也会非常的少，所以必须好好的研究他们家的网站。网页最上面是4个滚动的页面，分别是申请、教育内容和方法，以及 Niche 排名和 Top College 录取率之类的。上面可以点的链接却不是详细介绍这些 propaganda， 而是申请、问询以及拜访学校。如果点问询会出来一个表格，需要详细填写一些信息和问题，提交以后会有人 email 联系你。既然他们家网站提到了这个 niche 排名，我们就来顺便看一下。首先是全美所有公司高中 STEM 排名，今年 Basis Silicon Valley 分校排名非常高，位列全美第3，而第1名的是湾区的神校 Nueva。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 McLean 分校排名第4， Harker 排名第9，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 Fremont 分校排名第12。如果看全美总体4校的排名， Silicon Valley 分校排名也很高，都是在前 5% 以内。而如果我们只看加州所有公司高中 STEM 的排名，那自然就更高了。Basis Silicon Valley 这个分校位列加州的第2名，神校的 Nueva 排名第1， Harker 排名第4， Basis Independent Fremont 分校排名第6，在整个加州所有私校中间的排名也非常的高。当然了，每个机构排名和打分的方法体系都不一样，所以得到的结果也是非常迥异的。而学校呢，一般都会把自己排名最高的放在他们的官网上，所以这个数字仅仅是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分校网页首页再下来很显眼的位置，依旧是一些宣传，例如 AP 考试通过率、SAT 考试的平均分，以及录取到 Top 大学的比例等等，看着也都是很不错的。毕竟 STEM 排名那么高，自然也得有几把刷子。首页再下来是去到各个年龄 program 的快速链接，这个我等会儿说到 Academics 这一大块的时候会再系统的说。再下来就是他们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链接，稍微翻了一下，每个链接过去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都很少，所以聊胜于无吧。离开首页，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下拉菜单 About 里面的内容。第一个选项 Campus， 这里有他们 Lower 和 Upper School 2个 Campus 的一些简单信息。Silicon Valley 实际上是2014年先有的中学部，后来2022年才建的 Lower School， 也就是 DK 到5年级。第二个页面 Why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 首先是 Excellency，提到的是他们家的 OECD Test、SAT 分数、AP 考试结果、大学录取率等等，这些都很好。等会儿到了 Achievement 那边我们会再仔细聊。Unique 这里提到他们家一个特色，值得重点说一下。小学的大部分年级，每个班上课的时候都有2种老师在场，一种他们叫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或者简称 LET， 一种叫做 Subject Expert Teacher 或者叫 SET。前面我们提到过评价的一些私立学校，例如以前我们做过视频的 Challenger 或者 Stratford， 每个班上课的时候实际上只有1个老师，也就是班主任。这样做会导致实际上课的时候这个师生比是非常低的，上课的时候一个老师要面对20多个学生，另外班主任得教很多不同的课程，例如 Language、Reading、Writing、Math 等等。另外还有一些老吴以前介绍过的学校，班级上课的时候是有1个班主任加1个 Teaching Assistant 在场，这样做的好处是实际上降低了上课时候的师生比，但是这个班主任依旧要教很多门不同的学科。而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 采取了第3种方案，也就是上课的时候1个 SET 加上1个 LET 老师在场的配置。 Subject Expert Teacher 只教1到2门学科，但是需要教几个不同的班级，而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固定跟着1个班级，辅助 SET 老师进行教学。这么设计好处是理论上不管是 LET 还是 SET 的压力都没有传统班级的班主任压力那么大，更接近于高年级上课的一种设置。 LET 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班级的管理和提供个性化的帮助，而 SET 老师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学科。但是也是有坏处的，前面2种方案小朋友1天上课基本不用换教室，
但是 Basis 这种方案，小朋友从很小开始，1年级也就要每天上课换几个教室，想必转换的时候是会有些混乱的。跟班的 LET 老师这时候压力估计也会有。Wellness 这里主要说的是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那一套东西，现在大部分学校都说自己是这种教育哲学，相对比较虚，而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 这方面从后面的反馈来说做的并不好。Thrive 这里提到2点，一个是 SAT 的设置可以让老师专注自己的学科，这个有点道理。另外提到他们强调知识的运用、批判性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老吴呢并不是很买账，因为 Basis 是个比较注重学习速度和量化指标的，也就是考试成绩第一的学校，是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培养考试以外的能力。实际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一些例如 Project Based 的学校会更好一些。Opportunities 这里提到了一丢丢，孩子会成长成自信的 leader。老吴个人觉得呢，在纯基学术的学校要做到这个还是蛮难的。同时提到他们有一些学术竞赛的 group， 这倒是有可能。最下面安排了一些家长的留言，这个想法是蛮好的，不过滚动来滚动去，一共只有3条，这不是太马虎了吗？ About 菜单第3项 Mission and Philosophy。 Our Mission 这里有几点，例如高学术标准 Hard Work， 好的 Outcome， 我相信他们家做的还蛮不错的。不过这里有几个词，例如 Passionate Teacher， 有激情的老师， Joyful Learning， 愉快的学习，这2点从反馈来说应该是没有做到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教育哲学里面委婉的提到，他们的教育观不受新的教育潮流的影响，他们坚持传统的教育方法等等。其实我觉得这等于是在告诉你，他们坚持的是最有效的应试教育。下面还有一些细节描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阅读一下。我只想提2点，一个是 Accountability 里面，他们提到会利用学校网络里学生的数据来对课业进行调整，这个可能就是所有 Basis 学校上游的 Basis Curriculum 目前核心的价值之一。他们有接近30年的办学经验和接近80个 campus 的体量，这些大数据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另外，下面科技在教育里的应用，这里提到了他们的课程的决策和创新都是由教师主导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决定的。这一点可能涉及到一些不实的宣传，因为根据反馈，似乎很多老师并没有热情去做这些事情。另外，很多人反映学校的管理还是比较传统，甚至是比较集权的方式。接着往下是 Lower and Higher School Community Values， 这个就写得很敷衍了，点进去没啥东西，勉强只能算是一些口号了。菜单第4项 Diversity and Citizenship， 这里值得说几句。Curriculum Diversity 至少从 AP 课程的数量来说， Basis 在全美也是名列前茅的，也是这家的主要特色之一。Modern Take on History Basis 课程里面，甚至 AP 课程里面有很多是历史课。这段描述可能是给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美国其实也有很多公私立的学校强调历史教育，但是出发点可能很不同。很多学校教授历史，一方面是培养学生阅读写作，另一方面也会引导学生理解和讨论里面的文化价值等等。而 Basis 对于历史的侧重更可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因为历史教育标准化程度高，易于规模化的教育对于大学申请也是加分项。还有其他的2点，我个人觉得看看就好了，因为 Basis 不管在哪里，学生的 diversity 都是比较差的。为了应试教育批量出成绩，也不太可能有所谓的 diversity 个性化之类的东西。说一下学校网站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 About 里面学校管理以及教职人员的花名册，分成2个页面，上面搜索栏里面还可以按照不同的职能进行分类，不仅仅有照片，还有比较详细的人员介绍。这个绝大部分私立学校的网站都做得很不好，很多连照片都没有，就一个名字，更别提详细介绍了，这一点要给 Basis 他们点个赞。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结合他们家网站的信息以及一些公开的例如领英上的信息，来稍微八卦一下其中的几个管理层。首先是 Lower School 的校长 Miss Titus， 他是 Concordia University Irvine 本科毕业，我查了一下是2014年。然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应该就是 Basis Silicon Valley 分校的工作，是从 LET 老师开始干的，后来变成了学科的 SET 历史老师，然后干了1年的 Dean of Students， 然后就去到一个私校做了2年副校长，老吴查了一下是叫 Green Valley Christian School。 后来2021年回到了 Basis Silicon Valley 当了 Lower School 的校长。我还是蛮喜欢这种能在一个学校干很久逐步升上来的模式，毕竟对于学校知根知底，但是缺点就是学历和资历还是比较浅的。第2个是 Miss Cope， 是高中部的校长，他是 Columbia College 艺术本科的毕业的，注意这里不是哥大。然后就有点意思了，他去了 US Navy 干了4年，看他领英的自述主要是从事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08到16年他在 Challenger 工作了8年，一直从事一些管理工作。2016年他加入了 Basis， 已经工作了快10年的时间，也是一位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很久的职员，
管理的经验应该比前面一位也要丰富很多。再看一下 Lower School 学术负责人 Miss Cabaldan， 希望我读的是对的，如果读错了请大家谅解，也希望知道怎么读的网友在下面留言。他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埃及的学校读的，曾经在这个学校当过几年的数学 SAT 老师，后来就转去了 Lower School 做学术负责人，也不属于工匠的类型，不过埃及的教育如何老吴不太了解，不好评价。好了，下一位高中部学术负责人 Miss Shapiro，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06年本科毕业，查了一下领英，他的工作经历蛮有意思的，非常多种多样。毕业以后他先是在一个电影院线干过几年，后来又去了 Trader Joe's 干了几年，还在一个医疗相关的公司干过。16年加入 Basis Silicon Valley 做 admission 那一块，然后一步一步的升到目前的岗位。以这4个人为代表，简单聊几句。好的地方是这些人都在这个分校干了蛮久，逐步升上去，对学校知根知底，说明学校内部有一定的晋升机制。但是问题也很明显，总体偏年轻，学历一般，学术背景一般。再往细节抠一点，一般好一些的学校，老师特别是管理人员，除了本身学历以外，一般要进修一下心理学和管理学，不仅会丰富他们管理的科学性，同时也会很能提升他们和学生以及家长沟通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是帮助应对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从这4个人看，仅小学部学术负责人有管理相关的学历，其他3个人似乎没有相关的培训和资质，只能指望他们实战的锻炼了。另外，我不是很确定这里的学校学术负责人的具体工作内容。理论上，所有的 Basis 学校体系上层是共享 Basis Curriculum 的。如果这几位学术负责人仅仅是在帮忙维护和培训，可能是够的。但是如果涉及课程的改进，包括一些方案和决策，我不是很确定这2位学术负责人乃至校长是否有这个能力。我们再看一下老师的花名册，同样可以进行分类搜索，例如 LET、SET 可以分别搜。这里还有一类叫 Teaching Fellow， 实际上类似于在 Preschool 的 LET。 稍微看一下 SET 的专科老师，这里面还蛮多 PhD 的，学术背景看起来很不错，例如这位生物学的老师 Dr. Alan Doffer， 本科普林斯顿，博士 Stanford。 仔细去领英看了一下他的过往经历，他甚至还在 Caltech 做过博后，后来在公司当过几年科学家，又去了全球著名的 Whitehead Institute 做 Project Manager 干了7年。要知道这个研究所里面可都是 MIT 的大牛们。但是2012年不知道什么契机，突然就转行投身教育，19年加入 Basis 成为生物学的 SET 老师。又例如这一位 Dr. Fan， 本科和硕士北大毕业，博士是 UC Berkeley Engineering 毕业的，在这里当数学的 SET 老师。我稍微数了一下，他们 Silicon Valley 分校的2个 campus 加起来一共有109名老师，有15位老师有博士学位，大概的比例是 13.8%。 除了前面提到的2位，其他的13位就不一一介绍了。当然了，博士的学历只能代表他们个人的学术背景还是蛮不错的，并不能代表他们一定能成为好的老师。另外顺便也看了一下，印度裔的老师大概可能占到1/4的样子，还是可以接受的。 About 里面的第7项是 blog， 象征性的每个月有一篇，很多学生写得像流水账一样，不太看得下去。目前看过的所有学校这方面都是比较敷衍的，唯一我还愿意看的是 Challenger 他们家的这个月报比较 organize， 有内容也比较有前瞻性，我是愿意花时间去仔细读的。最后一项是 FAQ， 也就是常见问题，这里有几个实际的问题还是值得重视一下。例如这里写了学校是没有校服的，目前参观过各种各样的私校，这样的设置相对比较小众。另外学校也是有 shadow program， 但是只有在中学有这个选项，而且你必须是已经申请，数量也有限，先到先得。感觉这整体这些话的意思是理论上是有这个shadow program， 但是聊胜于无。如果看过我做过的一期Sacramento 那边的私校，其中的一所我们带着小吴去 shadow 过1天，虽然后来立马被拒了，但是好处还是有的。一个是双向选择，这个效率非常高，能不能跟得上，通过1天就立见高下。娃也能更直接的体验是不是喜欢这个学校的环境，以及班上的同学，还是蛮有意思的。Financial aid 明确说是没有，这个一般顶级的私立都是有的。仅凭这一点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s 可能就不能算是豪门的顶私。最后一个 Special Needs明确也是说没有，这个应该不局限于 Basis Independent Schools。上期我提到过，即便是理论上算是公立学校的 Basis Charter School， 这方面也是饱受诟病的。如果你的娃确实有 Special Needs， 建议就不要自讨没趣了。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学校只有教学和考试，其他这些有的没的我们家都没有。当然了，如果家长无所谓，就不用在意这些。终于到了网站第2个大的彩蛋 Academics， 第一项 Curriculum。这里的文字提到了他们是共享整个 Basis Curriculum 体系的，这个我上期已经详细讲过了。这个课程体系以学术出名，
最核心的这里提到了，要想毕业必须至少通过4门主课的 AP， 也就是语言、数学、科学之类的。而 BASIS 素来以 AP 的堆量而出名，所以学生毕业的时候平均是要完成超过10门 AP 的课程。另外也提到了他们中学学生每周有 7.5 个小时 STEM 学习的时间，老师每周至少预留2个小时帮助学生答疑解惑，这个是在课后进行的。往下面看 Education Redefined， 这里面提到几个关键词 Learning First、Hard Work 之类的，其实是在委婉的道出应试教育的这样一个内核。再往下拉一点就是整个 Curriculum 页面的核心，也是这整个网站唯一能够让你相对深入了解 BASIS 课程内容的机会，需要多花点时间仔细的看一看。BASIS Diploma 这里面主要是一些宣传口号，直接跳过去到 Early Years 那里。这里面他提到了他们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孩子学习的天性，教会他们一些能理解周围世界的工具，具体一点就是照顾自己的能力，还有数学、中文和一些艺术类的工具。点下面的 Explore 这里可以了解更多，这里按照年龄段分得比较细，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有 Toddler、Pre-K、TK、K。 为了节约时间，老吴这里就以 Kindergarten 为例稍微聊一下。这里更加强调了说 K 需要学习和掌握1年级所需要的所有技能，包括识字、数学、公民教育、科学以及历史，甚至需要理解工程、视觉和表演艺术以及中文的一些基础。听起来总体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他们 K 教学的模式类似于小学，采用双老师模式，但是名称不太一样，不是 SET 和 LET， 而是叫做 Early Learning Teacher 和 Teaching Fellow。 这里的 Teacher 更接近于一般学校班主任的角色，主要教授各种学科，但是这里也提到个别的课程，例如中文和 PE 可能是由小学的 SET 专科老师教授的。这个页面再往下拉一点，有个必须要看的东西，就是 Sample Daily Schedules。 很不幸的是，即便你去他们的 Open House 也是拿不到实际的课表或者是 Sample 的课表，也没有人会和你解释具体课程是怎么安排的，只能看看这里。仔细看了一眼这个 K 的课表，坦白讲，即便对于一个1、2年级的小学生来说也是比较繁重的，甚至都不能说是在鸡娃，而是在干娃。每天有60分钟的数学课，每天有105分钟的语言类教育，人文、历史、科学每天加在一起有30分钟，运动每天30分钟，每天还有 enrichment 25分钟。这个不太确定是教啥，因为小吴已经小学，就没有和 K 的老师仔细聊。另外每周工程技术基础4节课一共2个小时，中文课3节课一共 1.5 个小时，艺术课2节课一共1个小时，音乐课1节课一共30分钟。和以前参观过的一些私立学校相比，绝对偏学术，文艺娱乐的时间大幅减少，代之以学术时间。我简单看了一下他们 TK 的课表，和 K 有质的区别，学术的时间基本只有 K 的一半，强度上得很快。另外我每次看到这种1节课1个小时的都有点介意，很怀疑小朋友在这个年纪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能坚持那么久。另外我个人对于很早教历史一直是有点不太赞同的，主要是因为有很多晦涩的词汇，而历史其实是需要一些理解，并且常常是伴有一些争议的，除非是死记硬背、鸡同鸭讲，不然年纪很小的小朋友，我还是觉得学地理比历史要更自然一些。重点看一下小学 Curriculum 这里，它主要传达的信息是1到3年级和4、5年级是不同的。对于低年级，按照他们的说法要强调课程之间的联系，所以1到3年级数学和科学是一起教授的，而人文科学的课程也是包含历史、文化、公民教育以及语言教育，一门课包罗万象。当然了，这应该只是他们的一种自圆其说，解释为啥要合并上课。其实他们自己在分不分开授课上也是有摇摆的，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而到了高年级，这些合并的课程就分开授课了。另外一个信息提到，他们对于核心概念课程设计的时候是螺旋式的，会反复学到同样的概念，但是越往后面这个就会越难。往下一个板块，他们提到了除合并一些课程以外，他们还有一类特殊的课程叫 Connections， 一周有85分钟，似乎主题是在人文和理科之间交替，主要是让学生活学活用，跨学科应用一些知识，以期达到对知识的深度理解、灵活应用以及培养创造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他这里还给了一个例子，例如1年级人文类的 Connections 课程主要会讲到古埃及，会学习古埃及农业的发展、社会的结构、神话故事、制作木乃伊，对于未来世界的信仰、金字塔、庙宇、艺术、象形文字等等。而且会假设学生是住在古埃及，需要自己创造一些商品，通过物交换来体验当时的交易，理解一些经济的过程。听着很美好是吧？但是仔细想想又有问题，他们是一群1年级的小朋友。我们先看看这些单词 Mummification、Hieroglyphics 等等，个个都是 GRE 难度的词汇。再以 Mummification 为例，这个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的难题，至今对于其具体的步骤、工艺以及防腐剂都是一知半解，每隔几年还能在 Nature Science 上发一些顶级的 paper。 例如这个是23年的一期 Nature 的封面，更别提做 Mummy 首先得处理遗体吧，
对于小孩讲这个是不是合适，我值得怀疑。另外，除了能教小朋友几个有趣的 fact，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怎么教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关于信仰、文化、经济之类比较晦涩的东西。后面这一项 symbiotic classroom 又用了一个很高深的词汇，不知道观众里面有多少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词的意思。共生的教室实际上说的是他们一个班双老师，一个 subject expert teacher SET 和一个 learning expert teacher LET 的设置，理论上可以降低班上上课时师生比，同时减轻课程老师啥都要教的这种压力，应该是好事。Outcome 这里提到了一个还比较好的东西，就是每年开学的时候，老师会把教学大纲共享出来，特别是这个对家长还是蛮有用的，希望他们能严格做到，并且呢，学校也会继续培养这些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让他们准备好升初中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老吴最喜欢仔细研究的东西——课表。他们1到3年级给的 sample daily schedule 都比较类似，这里就用2年级的课表做一个案例，仔细看一下。整个给我看懵了，说好的 math 和 science 合并，人文类的 humanities 合并课程呢？还有他们重点说的1周85分钟的 connections 课程呢？咋一下就少了35分钟？若干槽点，容我笑一会儿。往好处想吧，他们可能是把合并的课程又拆分成了单独课程大致的教授时间，反正这个课程表只能凑合着看看，实在是没办法圆。他们每天有50分钟的数学课，50分钟的语言教育，50分钟的体育，接近每天50分钟的中文课。每周科学课有150分钟，社会科学有150分钟，应该是偏向一些历史的教育。艺术类的160分钟每周，工程技术80分钟每周，还有80分钟的音乐课。Connections 课程50分钟。不知道这个 sample schedule 是谁弄的，容我再笑一会儿。如果属实，那么意味着1到3年级的主课，例如数学、语言类的课程负担比 K 还要小，而小学生们有更多的体育、艺术以及中文的学习时间。假设前面这个课表是真实的，我们和例如 Stratford 平价私立学校对比一下。Basics 主课中间数学每天是略少5分钟，语言的教育是远输于 S+，而艺术、体育和外语，也就是中文，是远多于 Stratford， 科学也略多一些时间。仅仅从时间上来说，那么 Basics 可能还不如 Stratford 更鸡娃。当然了 ，Basics 这个案例的课表可能和真实的课表有一些差距，也不排除 Basics 单位时间的教育质量更好于 Stratford。我们再来看一下4年级的课表。这个时候呢，低年级那种几个学科合并授课的情况已经解除。另外，学科授课的时间上和低年级相比，主课数学和英语是不变的，音乐、艺术也基本不变，其他的有蛮大的调整。例如 Social Studies 每周多了2节，多了100分钟 ；Science 每周多了2节，多了100分钟；工程和技术课略多了一点 ；PE 课每周少了1节，少了50分钟；中文课每周少了2节，少了80分钟 ；Connections 这个课已经消失了。另外，休息时间减少了不少。总结一下，就是在4年级，主课中间的数学和英语教育时间依旧比较一般一些，而科学课和历史课这种人文的课程比重比较高。再看一下5年级，授课时间上来说，和4年级相比，主课中间的数学、科学、英语不变，艺术、音乐也基本不变，但是 Drama 取代了 Performance Arts。最大的区别是外语中间拉丁语取代了中文。这个也是 Basics 的特色之一，相当于小学就学了2门外语。第二是地理取代了 Social Studies， 但这并不是说历史课就消失了，因为他们还有第3大变化，多了一门交叉的学科叫 Classics， 每周3节150分钟，教授一些古代历史、文化和艺术，并且和拉丁课的课程有联动。相反的，工程技术课消失，体育课继续减少。总体来说呢，这些课表反映了一直到小学毕业，主课中间的数学和英语的教育 Basics 并没有那么突出。从时间上来说， STEM 中间比较强调的是科学教育，另外历史和外语，也就是中文和拉丁文的教育比重是显著高于大部分其他私校的。由于小吴的年纪还小，这里中学和高中的课程我就不班门弄斧去分析了，再过几年有机会的话再来聊聊。不过总体的网页框架是比较类似的。让我们回到 Curriculum 页面，再往下稍微看一下，网页列出来了 Basics 课程体系的7大核心课程，包括 Humanities、Math and Science 这2大类，刚才提到过，低年级1到3年级是各自合并授课的。跨学科主要指的是他们的 Connections 课程，也只有低年级才有。Language 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小学是2门，包括中古、中文和拉丁语，中学还有西班牙语和法语的选项。艺术类的从小学开始一直是有的，而且有2种的艺术类型。课程的时间呢也算是比较多， PE 时间还可以，不过据说内容比较少。Enrichment 早期是通过工程技术之类的课程来进行启蒙，
到了中学就可以通过选修课、AP 之类的课程进一步强化。稍微再点进去看一下 Humanities， 这里再一次强调了历史教育在 BASIS 课程体系的重要性。这个前面老吴也已经讨论过了，更大概率可能是一种为了出成绩的实用主义的强化历史教育，而非出于培养学生的素养和价值观的考量。Math and Science 点进去，他强调了从6年级开始，学生就会开始学这些单独的化学、物理、生物的课程，为后面的 AP 等强化的训练做准备，这个还是比较领先的。另外也提到了他们对毕业生这方面的学术要求，还提到了高年级会有 Post AP 课程，也就是比 AP 更高深的一个课程的提供，我们等一会儿再聊一下这个。再往下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 Communication Journal， 可以翻译成沟通日记，它是一种纸质的类似于日记的一个日程本。简单的说，每位 BASIS 的学生都会携带一个这个本子，每次课程结束的时候，老师会要求学生在本子上写下作业的要求，即将发生的例如考试之类的信息，以及需要准备的材料等等。这个 journal 也会被家长和老师看到，甚至可能会被要求签字。各方不仅可以了解孩子的进度、任务，还可以留言进行沟通和反馈，甚至还可以记录学生的弱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作为学生自我反省的记录。老吴觉得这倒是一个蛮有效的一个举措，可以帮助健忘的、习惯不好的孩子们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执行能力、自律、时间管理的能力，兼具和家长、老师透明沟通的这样一个枢纽的作用，至少是可以培养天选打工人。当然了，未来估计可以很轻易的被一些 AI 的硬件来替代。虽然老吴不会具体去聊初高中课程的一些设置，但是值得提一下的是 BASIS 比较有特色的 The Senior Year， 也就是高中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之前呢， BASIS 会把基本的课程包括 AP 考试全部结束，这个在国内的高中是比较常见的，美国却比较少。这最后的一年，国内的高中一般都是反复的进行模拟考，为高考做准备，而 BASIS 是提供3种课程：升学咨询、Capstone 或者是 Post AP 的课程，以及 Senior Project， 让学生提前体验一下接近大学的课程和尝试做一些 Research Project。 这个页面介绍了一下 Capstone 是怎么回事，它是 BASIS 在校老师开创的接近大学的一类课程。还记得老吴前面提过，这个校区有10几位老师也有博士学位，应该就是他们弄的。内容上呢不一定有创新，但是更偏向专题，采用研讨会以及实验室的模式展开，而不是传统的授课模式。他这里给了几个例子，有神经生物学、肿瘤生物学等等。而 Senior Project 就更加全面了，需要自己设计研究问题，可以是人文类的，也可以是科学类的，可以在家做，在学校做，在公司做，在大学实验室做。最后形成报告，旨在全面的运用学到的知识以及锻炼研究的能力，应该是蛮好的一个锻炼。当然了，这里这个课题的难度在哪里做，以及最后报告的质量，估计需要一些拼爹的实力。这里稍微八卦几句，其实最早 BASIS 创立的时候是没有这些 Capstone、Senior Project 之类 AP 后时代的东西。那么他们为什么出现呢？一句话就是卷出来的。虽然 BASIS 课程，特别是 AP 的课程一直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但并不是没有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于其他的私校，甚至是一些比较排名靠前的公校。所以最早的竞争是 AP 课程数量的竞争，到后来门槛逐渐抬高，光靠 AP 略显不足，因为大家都有，除了继续堆数量以外，就有了 AP 后时代的课程。到了当下，这些 Post AP 的课程甚至演变成了核心的内容，未来还不知道变成啥样。因为老吴前段时间也稍微研究了一下 Hacker， 这里就简单的对比一下。作为更加顶丝一些的 Hacker， 他这里明确的列出来，他们家有29门 AP 和23门 Post AP 的课程的储备，可以说数量十分接近，甚至未来 Post AP 课程更多也不奇怪。另外看到网上的一些反馈，可能 Hacker 的这个 Post AP 课程在内容上更接近大学课程，认可度也比较高一些，也就是说比 BASIS 还难。老吴觉得这些娃真可怜，也难怪这些非常基学术的学校，网络上的负面反馈来自学生的比例就会更高，甚至有学生会走极端，卷是没有尽头的。终于到了第3个下拉菜单 Admission， blah blah 说了一通，就是在说这里的入学竞争比较厉害，一定要想好，要愿意这样那样，特别是勤奋。还给了一下学前的小朋友入学的年龄限制，如果你想好了，就可以点 Apply， 就会跳到 Ravenna 系统注册，录入信息，然后跟着它的提示一步步走就好了。貌似现在好多私校用的都是这个系统。接着前面学校的页面，下面提到了 TK 和 K 有 Early Admission， 其他的是常规的 Admission，
有申请各个步骤的截止日期，如果被录取，一定要在截止日期之前交定金，锁定位置。Visit our school 里面比较复杂，有4个选项。第一个是可以联系他们预定 Campus Tour， 应该是他们上课的时间参观。好处是能看见他们上课实时的状态，比较自然，但坏处是不能和很多的老师聊天，每个教室也待不久，总有点不好意思影响别人上课。另外一个是 Information Session， 这个很多学校都有，一般是在线上介绍办学的理念、课程，老师可能还会有答疑。Silicon Valley 这个 campus 最近没有这个安排，但是在其他的校区，例如 Dublin， 2月21号就有一个线上的 Information Session， 现在就可以报名。第三个是 Open House， 一般情况下我逛学校比较喜欢这种模式，因为它比较全面，会有学校的领导介绍学校，可以参观校园，还有很多各科的老师在那里可以聊天。但是 Basis Silicon Valley 这个分校的 Open House 老吴的体验很不好，等会儿再细说。第4种形式是 Curriculum Night， 主要是深入的了解各个年级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和老师进行交流。近期没有看到他们有这个安排，不然老吴还是蛮想参加的，多了解一下他们的课程。看到网上的反馈，应该是以线上为主，在校生和非在校生的家庭都可以参加。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交流，都需要填写下面的表格进行预约。这里有个选项 Event， 可以选择想要参加的4种活动类型。不过因为他们最近没有例如 Information Session、Open House 和 Curriculum Night 的安排，所以现在只能选 Campus Tour。学费这里我们先跳过一下，等会儿单独说，直接看学校的 Calendar。这里是有一个详细的日历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我们以 Lower School 为例，看一下大概的情况。这里总结了学校的重要日期、节假日以及哪些日子学校关门比较早。一个注意的点是，他们的小学以及中学采用的都是1年3个学期的制度，这个在小学乃至初高中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是为了压缩学习的时间，加快节奏，赶进度。最右边1年有那么12天学校会早一点结束，这个一般的学校都会有，数量嘛也还算 OK。比较复杂的是这个 Breaks and Holidays， 特别是 Spring 和 Fall Break， 他们都是分拆成2个不同的时间来放假，是一种比较奇怪的设置。例如 Spring Break 1 3月20号只有1天，而 Spring Break 2是4月的6到10号，这个倒是有完整的1周可以安排点活动。Fall Break 就更奇怪了， Fall Break 1是10月的13到14号，只有2天，而 Fall Break 2只有1天，在11月10号。我猜想是不是因为 Basis 的学习强度太高，所以中间间货的来一个长周末，可以给学生放松一下。但坏处就是孩子比较小的家长压力会大一些，这些2-3天的假期长途旅行肯定不行，只能自己带着。另外他们还有额外的完整1周的 Ski Week， 这个在一些私立的高中，特别是顶私也是有的。也就是说上半年如果没有老人帮忙的话，家长需要准备大概3周左右的时间来带娃，这个负担稍微有点重。作为一个看起来高大上的私立学校，怎么能没有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这个是与平价的私立学校一个很大的区别。目前只涵盖中学6到12年级，自然需要 F1 的 Visa， 学费比本地的学生也要贵 30%到 40%， 还得自己解决住宿的问题。Basis Independent School 这个 program 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的，历史并不悠久，并且仅在包含 Silicon Valley 这个分校在内的3个分校有。老吴呢也有一些有钱的国内朋友，他们把孩子送到这边来，选择私立学校的话呢，首先是会找包含住宿的一站式顶私，钱倒不是首要的问题。而且 Basis 在中国是有 Basis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所以这个 program 既要高学费，又要签证，还要自己解决住宿，感觉定位有些尴尬，不知道谁会去上。因为如果要陪读或者找付费的第三方住宿服务，那么1年的总支出其实也和包含住宿的顶私差不多。唯一我能想到的合理的场景，可能就是例如国外小朋友的家长在美国有亲戚或者朋友帮忙照看和寄宿，家长只要付学费，那么还勉强 OK。 这里还可以点进去 Learn More， 点进去呢都是些宣传的内容，没啥实际可看的，就 pass 了。下面介绍了国际 program 申请的步骤和要求，有这么8步，和本土学生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少了推荐信，多了托福成绩的要求。我们顺路就看一下美国本土学生申请的步骤和要求。不管是小学前还是小学和中学，都是需要主课老师推荐信的。另外小学2年级开始需要成绩单，入学需要考试，是他们的一个内部考试，主要是英语和数学，还有家长的面试。既然说到这里，就多说几句，这个入学要求和传统的顶私相比还是要简单一些的。例如我们顺便和 Harker 进行一下对比，这个清单可就长多了，明确写了需要例如 ISEE 标准化入学考试的成绩，这个老吴以前的视频介绍过。中学还需要校长写推荐信， Student Essay 之类的，清单真的是相当之长，
相比一下 Basis 是不是就容易许多了？第4个下拉菜单是 Student Life， 第一个页面提到一些 Student Service， 例如 Student Support and Office Hours。 这里提到了所有的老师每周都会有些 Office Hours 的时间，一周大概是2个小时，面对学生和家长解决沟通以及学术的一些问题。另外也提到有时候孩子的课业可能会落后，此时 Dean 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制定一个一揽子的方案帮助学生，包括老师的帮忙，也包括例如这里提到的 Peer Tutoring。 其实老吴每次去学校参观都喜欢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孩子跟不上怎么办？特别是如果从公立转到私立，很自然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这里提到的 Dean 是核心，是方案的制定者和协调人。我不确定这具体指的是谁，可能是校长或者学术项目的负责人。如果真能定制化的帮助学生，自然是好事。不过考虑到 Basis 的节奏比较快，校长、老师、学生都会比较忙，是否会实现，我表示怀疑。另外，网上的一些风评 ，Basis 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其实并不友好。另外一个刚需就是早晚的 Extended Care， 在他们家叫 Early and Late Bird， 从早上7点开始，最晚到晚上6点。看过老吴以前视频关于学费比较的部分，一直缺的就是 Basis 他们家 Extended Care 的费用，网上没有，只能去学校问，十分的不透明。这里给个差评。对于比较忙没有空给孩子每天准备午餐的家庭来说， Hot Lunch 也是个必须的服务，应该是需要额外付费的。 Basis 的合作方是 My Green Lunch， 稍微往上瞅了眼他们家的评论，3分出头。稍微展示2条新一点的差评。一个呢，重点说的是食物不干净，有点夸张的是有一次发现里面有一只死蜘蛛，至于头发之类的异物更是经常看见的。另外一个说的是比较贵，这个价格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价格，看上去对学生来讲稍微贵了一些，还说分量比较少，食物难吃。另外还有蛮多家长和学生反映类似的问题，导致部分学生干脆不吃，饿肚子。老吴呢没有吃过这家，期待有经验的在留言区反馈一下，也分享一些他们的经验。最后一个服务呢，他们家也有校车服务，覆盖中小学部周围的区域，据说费用是每年3到4千，这个当然是额外的了。Sports 这里列了每个季度有4项运动，根据大家的反馈，主要其实就是篮球和排球，其他的几乎没有啥，也没有什么很强的竞技性。为了避免冤枉他们，老吴特地查了一下他们学校是否是一些区域体育联盟的成员，例如加州比较大的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s， 这个联盟里面是有哈克之类的顶丝，但是没有 Basis。一个小一点的联盟 PSAL Private School Athletic League， 这个是一个私营的公司，运营比赛的区域联盟，比赛的内容相对比较少，基本只有篮球、排球、棒球。这个里面倒是有 Basis 这家分校，当然了，这么集学术的学校没有啥体育也就忍了。再看一下 Clubs and Activities， 这里列出了好多项目，例如这里是人文和 STEM 类的，简单的看一看 STEM， 这里有几个是和数学相关的，包括 AMC 之类的竞赛项目，有一些和计算机相关的，包括算法、写代码 Data Science， 从小培养天选打工人，还有机器人啥的，常见的都有。艺术类的有几个跳舞相关的，给娃运动一下倒是不错。经济类的主要是一些财商类的教育，现在比较流行。学生社团大部分比较 general， 没有族群的一个概念，除了2个，一个是穆斯林社团。老吴来湾区这么些年遇到的穆斯林并不是很多，莫非 Basis 比较多？留个疑问。另外一个是南亚社团，应该主要就是印度人抱团，居然没有中国社团。 Other Clubs 主要是一些体育相关的社团和慈善相关的，总体来说列是列了不少，但都是不能点开的，也没有图文 news 啥的，我猜大概率其实也没有啥活动。 Summer Programs 这里值得多说一些，因为2026年的 schedule 已经出来了，要想的话现在就可以报名，有些项目是先到先得，名额有限。他们的暑期项目分为5类， Day Camp 主要是照顾小朋友，学术、体育和特长3类的 camp 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最后一类 Summer Partnership 就是合作的第3方项目，如果你点上面的 Lower School Camp 这个选项，就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可以直接选择和订购相应的今年暑假项目。他们这个页面做的比较好，右面有很多 filter 的选项，可以快速根据例如项目类型、年级、时间等等缩小备选项的范围，选好以后可以直接加入购物车，然后结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Day Camp 大部分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半，而特长类的 camp 大部分只有3个小时，因此需要计划好怎么搞定挖剩余的时间。不管时间的长短，这些 camp 大概都是1周500刀左右。如果你搞不定剩余的时间，他们还很贴心的提供暑期的 Early and Late Bird 项目，如果早晚都需要服务，1周是162刀，
只需要 late bird 的话，一周是135道，这个再加上去，大概一周就是600多到700道的样子。同样的，如果你点那个 Upper School 的选项，也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同样可以选择和订购相应的今年暑假的项目。但是要注意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类别几乎全部都是学术类的项目，虽然有一项 Athletics 看上去和运动相关，但其实只有 Gym 一个类别，看描述是他们的 PE 老师带着做一些综合性的运动。小朋友的暑期项目看上去和大部分学校差不多的，我们稍微再看一下他们比较有特色的 Upper School 暑期的项目。这里他们宣传册中间中学的项目有一个项目列表，按照上课的形式分为网课和 in-person 的课程，大部分课程两种形式都有，价格也一样。另外有一部分学术课是有学分的，先看一眼 in-person 的课程，基本就是数理化再加一点点体育，总体趋势是年级要求越高，有学分这样的课就会更贵，最贵的是1个月3000多。另外是网课，这个清单比 in-person 要更长一些，价格是一样的，只是你如果住得比较远，网课就更加方便一些，选择也更多。稍微看了一下反馈，这里的学分课程校内和校外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作为高中 AP 类的课程的基础以及准备的课程还是比较有含金量的。但是它也标注了，有一些课程的选择是需要你提前学过一些基础课，甚至是需要学校批准。另外学分类的项目是会影响 GPA 的，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点。最后看一下 Summer School 里他们合作方的一些第三方暑期项目，供应商一共有2个，一个是 Envision， 一个是 Laurel Springs School。Envision 的特色是浸润式的职业体验，例如有模拟法庭、模拟医生手术等等，很多是在大学校园里进行。如果你想体验未来潜在的职业选择，或者说想要更多的社交尝试，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老吴不是很清楚通过 Basis 报名 Envision 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有打折什么的，这里没有写。而 Laurel Springs 是一所实打实的在线私立学校，他们的暑期项目以学术课程为主，同时兼具一些特长课程，例如编程、艺术等。特色是有非常多的学分类项目，因为是经过认证的在线学校，所以通常可以顺利把学分转回原学校，可以当成是暑期补课或者超前学习。Basis 网页上也明确说明了，通过他们家来报名可以享受 25% 的折扣，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好处。最后一个下了菜单 Achievements， 也就是私立学校各种花式受自己高教育质量的一个网页。最让人幸福的自然是 College Admission， 例如这里写到 17% 的学生会被录取到 Top 10 的大学， 41% 录取到 Top 20， 54% 录取到 Top 25， 91% 录取 Top 15。 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里是有个星号的，它的解释就是说呢，例如这个 Top 10实际上是包括 Top 的综合大学以及 Top 的文理学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Top 10最多可能是指这20所学校， Top 25最多可能指的是50所学校。当然了，不管怎么说都是蛮不错的。 SAT 和 ACT 的考试成绩也非常高，这里还提到了 AP 的通过率以及 AP 的成绩也是比较顶尖的存在，所有的学生都有 AP Scholar Distinction 的奖，也就是5门以及以上的 AP 课程平均分数是 3.5 分以上。最后这段话就比较真相了哈，虽然提到了前面已经说过学校毕业只要求4门核心的 AP 课程，但实际上学生毕业的时候平均完成了 12.4 门的 AP， 不愧是卷王，也不愧是美国的衡水，这个量是杠杠的。另外是国家级的获奖情况，这里提到了他们24年毕业班有37个学生进入了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决赛圈，25年有46个学生进入了同样一个奖项的半决赛，这个奖学金有点类似于纯靠成绩的美国国家奖学金，入场券是11年级去考 PSAT 或者是 NMSQT， 也就是 Preliminary SAT 或者是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Qualification Test。 基于各州的分数线，大概是 Top 1% 的人会成为半决赛的选手，然后还需要满足高分、高 GPA、校长推荐之类的申请人才能晋升成为决赛选手，最后其中的部分能获得奖学金。不太确定这届半决赛、决赛的选手最终多少能获奖，但至少证明他们在资格考试的成绩在加州都是 Top 1%， 还是蛮强的。另外这里没有提到一些竞赛获奖的情况，理论上应该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数量不多还是不值一提，所以没有列出来。成就里面的最后一项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和老吴以前做过的10来所其他私立学校不同， Basis 在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分析中间引入了一个 OECD 的 PISA Test， 这里引用了相对老一些的 PISA 2018和2015 Basis 的考试结果，不知道有没有参加最新的，并且与传统的教育强国例如新加坡、日本等进行了比较，
简单看看 BASIS 的成绩，甚至比新加坡还要好很多。那么今天老吴就要来系统的扒一扒这个测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BASIS 是怎么参加的，以及这个考试系统是否适合用来做私立学校的一个评测系统。首先，这个 OECD 是啥？英文的全称是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文的翻译叫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看他们官网的介绍，看上去像是一个帮助各国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制定政策和标准的组织，但是它的前身是1947年由美国和加拿大发起的，并于1948年正式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而这个组织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执行当时二战以后美国援助西欧重建的一个马歇尔计划。对，这个就是我们历史书上那个鼎鼎大名的马歇尔计划。简单说一下当时时代的背景。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几乎是一片废墟，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而当时的两强苏联和美国及其盟友分别占据了东欧，也就是图中红色的区域，以及西欧，也就是蓝色的区域。出于遏制苏联的扩张、人道主义援助欧洲以及扩大美国出口市场等多重考虑，就有了这个马歇尔计划，并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直接执行这个马歇尔计划。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年没有美国援助的这个马歇尔计划，欧洲是不可能快速完成再次复兴和强盛，特别是当时战败的德国，可以说是这个计划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和其他欧洲国家化解了世仇，同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复苏。另外，也正是这个历史性的计划，促进了欧洲化解世仇、开始一体化的进程。没有这个计划，自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欧盟。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的欧洲依旧对美国有一些感恩戴德的情感。而到了196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开始变身成一个更加国际化的组织，也就是如今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目前它的正式成员有38个，主要是美国以及欧洲的国家，还有一些例如亚洲的日本和韩国，总体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另外 OECD 还有一类合作伙伴叫做 Key Partners， 也就是除去正式成员以外的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例如中国、巴西、印度、南非，这些国家也参与 OECD 的日常运营、数据调研、政策制定等等活动。 OECD 涉及的领域非常的多，特别是数据统计和前瞻的工作，对于各国的政策制定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OECD 旗下所涵盖的内容范围非常的广泛，常见可以按照政策领域，也就是 policy area 来划分20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我们今天议题相关的就是 education and skills 这个领域下面，每个大的领域点开一般还有10几个细分的领域，或者说话题，这几百个细分的领域就涵盖了所有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个 PISA 全称是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就是 OECD 教育领域旗下的一项具体的工作，旨在评估国家之间综合教育水平。测试的群体是各国15岁的学生群体，也就是差不多初中毕业的学生，考察他们的阅读、数学、科学和其他当下生活中间的挑战之类的问题。这个测试是 OECD 主导的，每3年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一次。2000年第一届 PISA 启动，有32个国家和经济体参加，重点考察的是阅读。03年是以数学考察为主，06年是以科学为主，后来逐渐变得比较综合，以阅读、数学、科学为核心。每一届考完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迟，会公布一份全球范围内的详细的报告，非常有意思，等会儿我们会稍微看一下。最新的一份报告是2022年的报告，本来按照3年一个周期，应该是在21年举行，但是由于疫情推迟1年，到了2022年才真正实行。最新的2025年的报告还没有出，应该正在进行当中。那么 PISA 究竟考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考课本知识的记忆，而是考综合的素养。题目通常设定在一个现实的情境当中，学生需要综合利用知识来解答问题。例如我们看一下 PISA 2022年的一些题目。第一题主要考的是一些运算，不过放在了太阳系这样一个体系设定当中。第二题是按照前面的图形的案例来延伸下面的图形，并且计算某种样式的百分比。第三题则是按照它的指示，在类似 Excel 表格上对一群数据进行整理和运算等等。总体来说，题目未必有多难，但都不是直截了当的知识考察类的题目，而是把知识点隐藏在应用场景里面。如果你读不懂题目，学术成绩再好也没有用。因为 OECD 十分关注世界最新的动态，并且有很多前瞻性的研究，这个新也体现在他们的考试当中。最近的每一届考试都会与时俱进地增加新的内容，例如2018年新增的是全球胜任力
Global Competence， 2022年新增的是创造性思维 Creative Thinking， 2025年新增的是数字世界的学习 Learning in the Digital World 评测，可以说是比较实验性的考试内容。任何一个复杂且应用比较广的考试体系，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其公平性，以及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年份分数的可比性。而 OECD 的 PISA 考试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考试，在这方面自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首先是考试分数的意义，平均分是500分，通过统计模型进行等值化处理，确保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种、不同题目难度之间可以进行横向的对比。一个重要的公平性原则是考试的抽样原则，他们采取2阶段的抽样，首先是随机抽取学校，然后在选中的学校中随机抽取15岁的学生。之所以选择这个年纪，是因为在很多国家，初中毕业是义务教育的终点，也是很多孩子踏入社会的年纪。另外，学校的参与率必须达到 85% 以上，学生的参与率必须达到 80% 以上，否则该国的数据就不予公布。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学校只选好的学生参加考试，拉高平均分。再来是抽题的原则，为了覆盖更多的知识点， PISA 采用矩阵抽样的原则，这意味着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做到同样的题目，系统会根据学生回答的部分题目推算出他在整个评价领域可能得分。最具挑战性的是 OECD 试图覆盖全世界，那么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就会很大程度影响公平性。他们采取的策略是，所有的题目必须从英文和法文的母版独立的翻译成为当地的语言，再由第三方专家进行回忆对比，确保语义完全一致。题目会避开特定的宗教、民俗或者只有某些国家才懂的一些梗，可以说工作量极大。OECD 的主要成员是发达国家，但是也不乏少数的发展中国家，而参加 PISA 考试的还包括一些贫穷的地区，因此对于考试结果，他们还需要进行经济和社会背景的修正。 PISA 会让学生填写一份详尽的问卷，甚至会详细到你家有几本书、父母的职业这种细节的问题。通过这些数据， PISA 可以计算出社会经济背景对成绩的影响，从而评价一个国家的教育的公平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考试的体系是目前老吴聊过的考试体系中最复杂、最难的一个。来看一下这个测试的结果。我们先看一下 PISA 考试最直白的结果，也就是分数。最近的数据来自于 PISA 2022年，一共有81个国家和经济体参与，应试者达到69万15岁的学生，样本量非常的庞大。从这个热图可以大致看出来一些总体的规律。中国以及新加坡、日本这些东亚的国家是遥遥领先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西方发达国家，例如欧洲、加拿大、澳洲等等，而不发达国家，例如非洲等等，由于经济因素，分数是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稍微提醒一点是，中国大陆地区 PISA 2018年是由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4个省作为代表参加的，当时各项都是名列第一。21年由于疫情，其实它并没有参加，也就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参加，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中国台北则是正常的参加。热图中间的中国的分数实际上用的是中国澳门的分数来代替的。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细分测试项目的分数排名。首先是阅读，新加坡断崖式领先，其次是爱尔兰、日本、韩国，中国台北、爱沙尼亚、中国澳门，美国第9，勉强排在前10。再看一下数学，新加坡依旧是高居榜首，其次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爱沙尼亚等等，而美国已经是几十名的开外，几乎是低于平均值。再看一下科学，新加坡依旧是第一，其次是日本、中国澳门、中国台北、韩国、爱沙尼亚、中国香港等等，而美国排名第16位。总的来说呢，分数的高低是和社会经济水平有关的，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长期以来霸榜的趋势是依旧在的。美帝作为综合国力第1名的强国，教育水平差强人意，还不如邻近的加拿大省。开个玩笑。有点吃惊的是，欧洲的综合第一是爱沙尼亚，一个欧洲东北部的小国，有机会得去看看。当然了，分数只是很肤浅的东西，别只盯着分数。PISA 每次考完都会出一套非常详细的报告，例如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报告、各个国家的报告，还有一些专题报告，整个体系非常的庞大。老吴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总报告中间的个别章节。由于这个考试体系是有 normalized data， 所以可以跨年度进行对比。这个图是23个 OECD 国家从最早2000年开始的得分趋势图。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所有的学科总体的趋势都是下降的。虽然疫情导致最后一段下降比较快，这个可以解释，但是这个拐点趋势似乎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这些人应该是97年左右出生的，
唯一我能立刻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正好是世界经济高速增长，而人口增长大幅放缓的阶段。这个分析的另外一种展现方式可以按照国别分别绘制 PISA 2012和2022年 Top 和 Low Performer 的比例，可以看出来，对于大部分国家趋势雷同。2022年比2012年的 Top Performer 比例大幅下降， Low Performer 的比例提高，甚至是传统教育强国韩国也是如此。只有考试排名比较靠前的新加坡和日本能一直保持比较类似的高水平。再看一下性别对于各科成绩的影响，这里用的是各个性别 Top Performer 的比例来进行展示。先看一下阅读，女孩在各国普遍阅读强于男孩，而只有一个国家有点明显的逆趋势，就是以色列。有点意思，原因未知。再看一下数学，清一色男孩强于女孩。再看科学，几乎也是清一色的男孩强于女孩，除了个别国家，例如芬兰。总的来说呢，女孩的文科稍微强一些，男孩的理科稍微强一些。第一次看到这种不管国籍、语言、文化、性别的差异，还蛮有意思的。再看一下移民对于学生表现的影响，这里展示的是移民和非移民后进学生的比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例如亚洲的移民到发达国家，像美国，学习基本都是秒杀本土学生，那么后进学生的比例应该低于本土的学生。但是我们把所有的移民放在一起考虑的话，趋势是相反的，移民的后进学生比例反而更高，这就反映了我们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的一个认知的误差。要注意，这个考试是随机取样的，包含所有的移民类型，那么就会出现很多移民甚至移民以后都不会说当地语言的情况。这个报告中也解释了，如果按照移民来源分别单独进行分析，就能看出来各种移民来源的差异，而集合在一起就会出现这种反而落后的趋势，主要是社会地位以及语言障碍之类导致的。而一些语言障碍比较小的，或者说移民趋向于和本土居民说同一种语言的国家，例如中东、新加坡等，这个差异就很小，甚至是相反。还有一个有趣的内容是各国学生在调查问卷中提到的校园霸凌的情况，这也是老吴第一次看到这种国别之间横向对比学生受霸凌的情况的分析，非常的有趣。比例最低的是韩国，而且是断崖式的领先，这个我真的没想到，可能是对韩国比较卷的教育以及受到韩国影视剧所造成的刻板印象的这个影响。大部分国家呢，这个霸凌的比例都是在 5% 到 10% 之间。老牌发达国家中间，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比例比较高，接近 15%。中东一些国家可能是土豪比较豪横，比例也比较高，在 15% 到 20% 之间。最猛的居然是菲律宾，比例居然超过 35%， 傲视群雄。为啥这么高呢？没想明白，但反正这个国家是要拉黑的。还有一个是财商方面的知识储备，这个就能明显看出来发达国家秒杀保守的国家，例如中东，以及不发达的国家欧美整体遥遥领先。完整的报告呢非常长，内容也十分丰富，有空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多研究一下，很多图不是那么好理解以及解释清楚，这里就浮光掠影的讲了一些。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既然这个 PISA 考试是随机选校和人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评比，那么 BASIS 是怎么能参加的呢？要知道 OECD 也是个机构，既然有那么一套很牛的考试体系，又有蛮大的市场需求，这个钱为啥不赚呢？于是大概从2012年开始，用同样的考试体系， OECD 开放了 PISA for Schools 的选项，只要你交钱都可以来参加考试，并给你类似的但没有那么全面的报告。这里有他们官方的一个对比 PISA 和 PISA for Schools 的表格，可以看到整体是非常类似的，主要的区别是 PISA for Schools 属于自愿的付费参加，考试机构不是各地政府授权的，而是 OECD 认可的私立机构，另外最终的报告不会对外公开。如果是学校参加 PISA 的考试，整个周期从最早的沟通、询价之类的开始，到结束常常是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最费时的除了考试以外，还有报告出具，非常花时间，想必费用也不便宜。考试的核心内容还是阅读、数学和科学，但是要注意，我前面提到过 PISA 每3年的国家级考试，每一届是会加入一些新的模块，这些模块有的已经整合到 PISA for Schools 考试中，而最新的模块往往属于可选模块或者还未整合的模块。另外，学校的 PISA 考试也会包含调查问卷，包含学校家庭环境、学生参与度等等信息的调查。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自从2012年开放 PISA 给学校以来，已经有超过50万的学生，超过12000所的学校参加了这项考试，看来钱也不少赚。这个部分的最后，简单聊聊老吴对于例如 BASIS 之类的学校用 PISA 考试来衡量教育质量是否合理。
确实，这个考试的体系呢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它是由标准化的机构开发的，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数据，有数据标准化的方法，便于跨国、跨校、跨时间、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有标准化的机构出具报告，有一定的客观性。也就是说，这个考试体系本身是有传承、有公信力的。但是如果用来衡量比较基学术的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首先，这个考试的设计原则是考察不同的经济社会水平的国家之间总体的教育水平，那么必然要考虑平均水平，是不太可能出题非常的难，对学生的群体进行更大程度的区分的。从那些例题也可以看出来。另外，考试针对的人群是15岁的孩子，因为很多国家这个年纪以后义务教育就已经结束了，孩子就要踏入社会。这个年纪的考试水平并不能对 K12 教育各个年级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另外，考试在保持公平性和消除文化语言差异上下了很多功夫，前面聊了很多，而学校自己参加是有操作空间的，例如筛选学生，网上我也看到过一些 PISA 备考的资料，准备和不准备自然也是不一样的。然后私立学校的学生入学即被高度的筛选，不应该和其他国家的平均分数进行横向的对比，更合理一些的应该是类似的学校之间的对比，或者是说 top performer 之间的对比等等。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考试体系用来做私立学校 achievement 宣传，缺点是大于优点的，看看就好了。